乌克兰4州公投没有悬念，普京最终能否拿到这4个州，仍需看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俄军在乌克兰遭遇哈尔科夫大撤退之后，一直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攻，而乌军的攻势呢，目前虽然没有停止，但是进展也不算太大。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4个地区的亲俄政权一起宣布将举行入俄公投，而普京在随后举行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进行局部战争动员，召集约30万预备役人员重新入伍，在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组织公投，然后并入俄罗斯联邦，让义务兵进入乌克兰战场，甚至对西方国家使用核武器进行战略威慑。这个连环套被看成是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王炸。但是这么玩下去呢，对普京而言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首先，这等于是承认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遭遇到了阶段性的挫折，最终不得不改变这场战争的性质。如果乌克兰这4个州并入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可能也就很难有退路了。因此，俄罗斯虽然得到这4个州，可能也会失去很多，由此将会导致由西方国家在后面撑腰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要展开长达数年的鏖战。从普京的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准备接收乌克兰这4个地区，但是呢，又不愿意正式宣战。为了使用军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乌军的抵抗，此次局部动员将召集约30万预备役人员，这将极大地解决俄军所面临的兵力不足的困境。普京重申，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任何变化，其最终的目的仍是解放顿巴斯地区。不过他又说了一句似乎有些矛盾的话，支持顿巴斯、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居民做出的决定。如果这3个地区的公投结果是并入俄罗斯，普京似乎将再次为俄罗斯帝国开疆扩土，这可就厉害了。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俄军的动员令，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只有目前在预备役中的公民，尤其是在武装部队中服过役的公民，具有一定的军事专业知识和相关的经验，才会被征召入伍。这些人经过一段短期的军事训练，就将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合同兵，然后进入乌克兰参与作战。可以这么讲，事到如今，俄乌交战双方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泽连斯基已经取消了乌克兰谈判小组的法律地位，哪怕乌克兰人民想结束这场战争，背后的北约和美国也不会答应。所以俄罗斯想要早日结束俄乌冲突，只能靠战场上的胜利，而要想取得胜利，就需要人、武器和作战物资。普京不只是进行战争动员，而且还组织了国防工业生产会议，显然是想从根本上解决俄军的战力不足的问题。显然，俄罗斯的目的是先进行军队扩编，并提升武器装备和弹药的产能，然后在乌克兰战场上重新获得主动权。这恐怕还需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普京的这次动员令，从本质上看，就是要向西方做一个战争宣示，意味着俄罗斯不会屈服，也不会战败。接下来，俄军将与乌军进行不断的交战，还要进行一场军备竞赛。而谁能够更好地组织战争资源，挖掘战争潜力，谁就有可能获得战场上的优势。公投虽然很重要，但是普京如果不能够在战场上打出优势，恐怕也难以让乌克兰服软。现在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新阶段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